有的时候没有人的时候，冲着感到最痛苦的时候、最难的时候，我就冲着东边，我说：“爸爸妈妈，快来接我来吧。”那时候我才9岁。我们家呢是牡丹江微信市场院里最繁华的地方。这面呢有个牙科，这个牙科呢是那个很大的大牙科医院，然后里头呢有一个日本女的大夫，这个牙科大夫，这日本人看病啊又认真，他那个态度也好，就那个红卫兵啊就把这个日本大夫就给拽到外头去了。外头就是带个大牌子，是日本，写的是日本特务。也没有根据啊。完了就说，那个你是日本特务？他说不是，他啪给个大鞭。说你是？他说不是，啪一个大。然后吧，他可能连窝呢带难受带干啥嘛，他就死了。当时知道他死了的时候吧，哎呀，我们就害怕了，我就害怕了。你看这不是日本人吗？无辜的就文化大革命，就说他是日本特务，他也不是日本特务。那要说我是日本特务，我也没办法。这边坐一个人，我就往里头一瞅，我往里头一瞅，坐在这边这个人就站起来了。他看着我，他就站起来了。我一看他脸，我一看他呢，你看还没见着过，就看着相片。我说：“哎呀，这不是北海道那个爸爸吗？”后来我才知道，完了到那家人家，他跟他们说，他怎么回事呢？他说我们过海关的时候吧，保证人是他，我们的保证人。人家联系那个人了，联系他了。对呀。他呢，海关一看我们那个3个人那个样，那个状态就知道我们没人接，找不完了，这海关呢就给他打了个电话，他正在北海道正工作呢，就来了。然后他马上坐着飞机来了。坐飞机来了，我又走了，又没逮海关，他又不知道我上哪了。于是他去警察局。对，完了就问他，他说那天呢还有一个搁中国一起跟他坐一架飞机来的一个中国人，也是带着3个孩子，一个男的。他说的他家呢亲属呢就在大田区。然后他就赶快到大田区那个，他就基本上住的地方，他就告诉他的亲属住在哪，他就上那跟前的那个附近的那个警察署去，就那个去看问去了。正好他也到那嘎正问着，我们也走到跟前了。你看这巧了。然后呢，他一看，告诉他了，完了把我们都领回这家来了，领回这家来谢谢人家。然后呢，就是那个在那个大使馆工作的那个小青涛，小青涛也来了。也来了，正好他也来了，完了他中间他就给做翻译了。他们都他翻译做的挺好，然后他就告诉我怎么回事，都是他翻译的。然后当天他就把我们领到北海道了。他领到我们上那个坐船，搁东京坐船呢，搁那个大田区，到看孩子们一到东京，一看见车来了，我那姑娘啪就上车门开着，她就上去了，上去门就关了。哎呦，这车完了车就开了，你说把我吓的，你说这孩子没了。哎呦，你这净事儿吧！我怎么找这孩子？车拉走了呀。他完了，那个小青岛说，他说姨你别害怕，他说你得搁这等着，别动地方，你领着我俩弟弟在这等着。他说我去，他说东京这车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他说我那个下趟车我就来了，我就去找他去，我跟去找他去。完了，等着我们就在这等着，等了。真时间不长，那车也特别多。然后他说的，他回来，他把我那姑娘领回来了。完了，他说咋的呢？
他说我刚坐一站就看见那个就往外瞅，就看见孩子在外边哭，跟着那个车站那个乘务员在那嘎说话呢，他一边哭一边跟你说，人家也不懂。听不懂。他说我看着了，他说我就过去了，我就告诉那个乘务员，我就把他领回来了。后来我们就坐船呢。那个我跟那个北海道那个也不会说呀，我说他也是无法沟通，他听不懂，他说我听不懂，我们俩一边画一边拿字典，一边查一边说，反正也挺好的。孩子他可喜欢2个孩子，那2个小子可惜，3个孩子吧，他真的他挺稀罕我家那孩子的。完了还可有意思呢，那个人家给他香蕉吧。在牡丹江，我们也没吃过香蕉，没见过那个时候啊。完了，拿起来就直连边挑，直接没有剥皮，就那么吃，就是啊。哎呀，当时你那个情况，现在想起来又好笑，又觉得挺寒酸的啊。完了，我觉得。我孩子穿的还不错，那是睡衣。完了，人家告诉我，人家是日本人家叫睡衣，晚上睡觉穿的。我们就白天也是穿的那个。没有概念。对啊，而且还挺好看的。到北海道以后，哎呀，我们就难了。然后进到他家以后，我们是，你看，7月24号到的东京。然后呢，坐船那天那不是耽误一宿吗？耽误的25号开始，26号到的北海道。到北海道一下了那个船，然后又坐了一段火车，就是那个点一下吧。出来的时候一看，哎呀，咋这么干净啊！哎呀，那札幌。哎，那个漂亮啊，那个干净啊，就是摸摸这也没有灰，摸摸那也没灰。我说怎么像进了天堂一样啊！我就回去就给我同学、给我朋友、给我爱人、给我家写信。我现在在上天堂了。哎呀，这个漂亮，这个地方简直连一点灰都没有。当时确实是感到真好，真干净漂亮。人也特别，谁见到谁都是你可礼貌了。咱那时候也没见着过中国人呢，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全是，你看老太太她虽然是后嫁给老头的哈，但是人家家姊妹那么多，都来看看。来了都是跪着说话，哎呦我天，这那个又哈腰又点头又跪着的，简直都把我弄得没办法了，就是不知道如何应对。就是，哎，可那个当时那个情况吧，那没法形容。当时好像真是那个心到一个好像一生里头重生了一样。没见过的世面。然后他又领着我们，他又说你既然回来了，就叫我叫这个名字，就叫他给我起的名叫明子。完了在那个时候呢，他就给我跟别人介绍都说我叫明子，因为他姓吉川嘛，就管我要给我写什么都写吉川明子。这不是就成我第2个名字吗？然后他说的你那个什么，我得给你上户口，你是我的女儿嘛，必须得有户口。那就上吧。我说我反正3个月，请3个月的假啊，完了我就上户口也就行。然后他说，上户口，到去上户口的人家不给上。人家说的你就这么简简单单的随便上户口，那是不可以的。你必须经过裁判。经过就是鉴定。完了那个，然后他就给我报到裁判所了，就是那个就入籍哈，入他的籍里头，然后那个让我出庭。当时那个时候上裁判所我还不懂的。也没进过裁判所啊，咱
还那个法官在上面坐着，咋回事不知道。完了，我还让那个老太太你坐这，人家本来是我应该坐的那个原告被告怎么这样哈，坐在地上对吧？我还让着人家，人家那个挺那个翻译就说。哎，你别让了，你别说了，那是你坐的地方，你赶快坐着。那法官瞅我直愣，对，寻思怎么这么不懂礼貌？可能是我那么寻思是那么那个法官也见笑，可能是，没见过咱们，然后法官就说，就凭你们俩这个字数，就是光是那个各自的表述，对，另外一个那个虽然是化验了血型，那么血型一样血型的人有的是，这个不能做证据，你们俩必须得做 DNA 化验，看看是不是亲子，对不对？如果是真正的亲子，你可以给你入籍，然后那就做吧，那也没别的办法了。我们给他的证据、相片了、信了，什么人都不信，对吧？那就没办法，就得还花钱呢，还不见呢。那个时候，好像30万似的。哦，那么贵。因为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做这件事儿，对不对？好像老头吧，就花了30万给我们做的。完了做了以后呢，本来他说得3个月出结果，那你只有3个月的假。我是半年的假，我想待3个月，因为半年我孩子还上学嘛，别耽误学业。我想待3个月我就走，然后一说得3个月的假，那个什么，那就等呗，那只能是等了。可是我们是8月份做的化验，我是7月26号到的呢。经过裁判什么的，就是8月份做那个又预定又什么的，8月份做的，应该是11月份出来。可是到10月份，他每天都特别好，哎呀，跟我们可亲了。他那个早上上班，我们都去送他，跟那个日本老太太学呀。早上都得送到门口，晚上回来了也得接他。然后嘛，每天我们都是早上给他做饭，装饭盒，我都帮着他整，帮老太太整。后来老太太买菜什么，老太太都说：“哎呀，我家一开始她不高兴，因为不是她的孩子。”他说我跟他结婚的，后来结婚。对，他说我跟他结婚时，他也没说他有孩子他没告诉他。他说你看突然半道的又来个孩子了，而且孩子还有这么些孩子。他不高兴，我们来前他不是那么高兴，可是他跟我相处了一个，他说哎呀这真好，他说的我这么大岁数了，喜欢上你了，特别喜欢孩子。你看老有孩子叫。欧巴叫奶奶老那么叫着，他说叫的我心里头可甜了。是的。他说你看他家里活都不用他干了，全是我干。因为我也没有事儿干呢，对不对？呆着也是呆着，所以而且都做饭了、收拾屋子、晾衣洗，这些我都能干的活。他说他也不用干活了。他全都干啥？他可高兴了，老太太。完了呢，突然10月份，他每次吧，他都可高兴了，来电话什么的。这回他来电话，突然他说的换我，他每次从来不换我，他这回怎么电话换我？老太太也愣了。他说的，他完了我换了，他说你不是我女儿。他说的他说的是日语，我没太听明白。但是呢，他那个态度语气我一听着不对了。他说那个后来老太太告诉我给我写，他说的他说你不是他的女儿了。完了那个反正能看明白。然后呢，他就写说你撒谎了。哎呀，我说我怎么撒谎了？本来就这么事，那认他也是他先认的，也不是我先认的，对不对？怎么能说我说谎呢？然后他就回来就开始耍疯了，但来了回来就喝酒，
从早上起来睁开眼睛就喝酒，喝的醉醺醺的，就把东西扔东西。我在中国说句连话，咱们挣那么2个工资，我们买的东西都是好东西。中国人都是给人家给好东西，对不对？不是说像日本人随便就给你那么点儿就行了。我们都买跟那个有什么那个画啊和那什么都是高级的东西，我没少花钱。他扔了，从楼上扔到楼下，那个镜框都打了，你说我心不心疼啊？我花那么些钱，我不是我就借的债呀，又有债，又有那个我妈养母的钱，还有我亲属的钱，这些人给我凑的钱，我好用买这么些东西了，他都给我扔了，把我气的，我那哭的。完了再说你不是我父亲了，那我怎么办？一个人我也不认识，在北海道，我一句话我都说不出去。我天天上哪去？我只是拿着那个字典，就是那个中国汉语中国语和日语翻译的字典，我就拿着那个字典，我走哪我拿，我天天抱着个字典，我想说什么我都翻好了，想说的话就是把它翻好了。把它记上头条，然后我有写的，有干啥，有让人家看的，人家说啥我不懂啊。我想说的我可以写下来让人家看。哎呀，这个时候我真都没办法了。我说怎么办呢？我上哪去呀？我找谁去呀？后来他就往外撵我们了。我上哪去呀？那东西给我摔出来的，这不是撵我吗？我上哪去呀？哎呀，后来我就想怎么办呢？那只有求那个北海道的领事馆了，札幌领事馆。但是领事馆在哪呀？也不知道。就是我怎么去呀？也不知道啊。那个后来我就想啊，突然想到了法院呢，有那个我们在法院的时候有一个翻译。这个翻译呢，他叫习占平，是台湾人，不是在大陆，但是呢，他就可能早就到日本了，他那个开个书店，他是卖书的，这个我听他说过了，因为什么呢？他翻译完了以后，这个那个谁呢，老头晚上下班以后。雇的塔古西，我们上他家去谢过他。完了知道他家叫那个楼房呢，叫垃圾有大楼。那个我记住了，垃圾有大楼。完了他家就在那住，然后老头领我们去，我们谢过他，给他东西，完了又回来，我搁中国带那东西，他拿的，他都是好东西。然后回来我就想起他了，到垃圾有大楼，我说只能找他了。那我再第二个人没有了，求助他，然后我说那怎么找他呀？那老头是肯定不会告诉我们他家在哪，反正我就知道垃圾有大楼，他家在垃圾有大楼。然后我说怎么去呀？当时我们从中国回来的时候，一个人呢给换1万块钱日元，我们4个人4万日元。那么一点。当时一个人只能换1万日元。然后那个当时呢，我们在那个他家第一个领我们来他家住的时候，人家帮助我们那么些，我把那个东西打开让他挑，让他拿了一部分，要了日本是说日本药很贵，我都让他拿走一部分，另外给他留了1万块钱。我们仨但是他好像给我几千，我们没都要，好像是给了我们5000，然后我们就这些钱手里头把着，就没动弹呢，不敢用啊也。然后那个我说这怎么去找他呀？垃圾大楼在哪呀？后来我们就撵到一个小屋里，就像这样一个小屋，我们娘4个就在这小屋里头待着，那也不敢吱声，一说话吧，他嗷嗷叫唤，完了也不给我们吃的，
然后老太太吧倒挺好，老太太可好了。老太太看他不在的时候，老太太就就他要在的时候，老太太这么转过来上那个房后敲敲窗户给我们递吃的。他在的时候，他要不在的时候，老太太就给我们吃的。然后我就说这怎么了？哎，我那小孩吧，他老爱跟那些小孩在一块玩，他就说妈不要紧。你去租那个那个出租车，我说咱出租车咱也不会说话，人家拉咱吗？他说拉，谁都拉。他说你把手一伸，他到你跟前，哎，你就坐上去，你就上到哪他就干啥了。这小孩观察出来了，小孩看出来了。完了，我就到边上伸手，人车真就来到这嘎停下了，停下我们就上去了。你说上哪？垃圾有大楼，说垃圾有大楼在哪？我也不知道啊，没有地址，只知道一个名字，就叫垃圾有大楼。这个还垃圾有大楼，人这个开车的也真好，就给问呐，到处问，这垃圾有秘鲁，垃圾有秘鲁，就是垃圾有大楼，人就问，到处给问，结果拉着我们，但是他拉走挺长时间，我看前面那个蹦字儿的钱。一会儿一这么些，一会儿蹦着，哎呦，我手里这些钱可别给我蹦没了呀！我就一看不行，我说拉倒吧，别做了，咱自个儿找吧。我说要出车呀，咱们钱要没了，咱怎么办呢？那不更不行了吗？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下去，我告诉他，我就拽他，我说下去，他还开。后来我一下把他脖子给拽住了，他吓一跳。我说我下去，就停，我就下去。完了他就停下，我下去了。这怎么我领着我小儿子？我说这怎么办呢？你说在一个道边上，你前不着店后不着村儿，你说谁不认识？我说这怎么整？完了。正挺愁的时候，我往对面一瞅，哎呦，这个楼怎么好像来过呀？那天吧，就那天晚上来的时候，我就特意把这个楼好好看了看。那基本上就快到了。对，完了吧？那个人估计也问到了，差不多也可能是，对，但他说啥我听不懂啊。对，可能就是他问到了，直接给你拉到那儿了啊。但是你不理解，不知道，我就下了。完了，过来一看那个楼。就这个楼，我就进去了。进去了吧，完了那个楼上不都有信箱吗？就写的是他的名儿，是2楼5号，我就记着。完了就上去了，我们就上那前不是电梯，是那个走的那个什么，上去2楼，我就敲门，一敲门没有人，一个人没有，也没人回。哎呀，我就想人家是上班啊。因为上班哪能家里哪有人呢？哎呀，我这怎么整？我就坐他那楼梯那顶上，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我就把我现在的情况，我现在只有我们4个人，只能你救我们了。我们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是吧？我们谁都不认识，哪也去不了。我说只有你能帮我们，只有你会中国话呀。我说你能千万你给我跟那个领事馆联系一下好吗？我就求他了。然后他晚间完了，我就没办法了，我就把那信就塞到他家信箱里了。塞到信箱里头，我说那怎么走呢？我就想起来了，那个 bus 啊。就是看见那个 bus 往我们家去呢，有 bus 往他家去，我就顺着那个 bus 那个道走回去，也走了2个多小时，哎呀，就走回去了。我那孩子说一会儿哎呀累呀，我说累也得走啊，我说妈背你一会儿，背他一会儿，完了再走，背他一会儿再走，走2多小时就走回去了，哎，还真挺好。然后晚间9点来钟，他真来电话了，他说的那个不用你接，他说让我跟那个他们家人说话。那时候老头去上班，老头上班是24小时，他那个正好没在家，他跟老太太说，
他说你看他们这么样也不怨他们呢，那你们把他叫来的。他说的你们这么样对他就不对了，就是把老太太说了，因为他都是日本话，咱也听不明白。后来他告诉我的，然后他说的没关系，我跟他说了，他说明天我会让领事馆给他打电话了。然后第二天真的9点多钟早上，领事馆就来电话了，告诉他那个人是中国人，现在没有日本籍，他拿着把中国护照来的，我们有权利保护他，你不能伤害他们一点儿。就吓走了日本人，害怕。完了他说的那个3天后我们这有大聚会，有开会看电影，你一定要把他们全家都领来。然后呢他又给我到了他家2个多月了吧，7月份8月份9月份啊，这完了也没给我买过一件衣裳，也没干啥，又赶快出去领我买的衣服裙子，又买了个大衣，完了领着我去上领事馆去了，穿的挺日本人的那个衣裳去了。完了到领事馆以后，全说中国话，这儿看电影，这一屋子都是中国话。那个时候那个心情啊，那真是又回来了。这可那不用说别的，就不用说话，那眼泪啊，那眼泪，就那个中文，那个听到那个中文那个眼泪，就止不住了。好容易好像哑巴能说话了似的。当时完了坐在旁边那个有一个女的，我就跟她说，我就问她，我说你是从中国回来？她说是啊。完了我们俩就唠上嗑了。结果她是一个中学老师，挺好的。她妈妈是老师，中学老师，正好他们爱人也是他爱人做的吧，也是他俩是一个学校的老师，我们这不都是同行了吗？是。完了都挺唠得来的。另外我说你家在哪呢？他说的他家和我那个就是那个找到那个家住的不远那么巧你说咱们那前也不知道啊，谁也不知道。后来他就上他家来找我，把我领他家去了。我就知道他家了，我就经常上他家去求他。他认识好多人，因为他当时日语也可以了，虽然说的不是那么太好，但是也可以。然后那个又找了些，就是那个好像日中友好人士哈，挺爱那个什么的这些日本人，对中国印象挺好的，而且愿意搞日中友好的会的一些人，然后他们都来帮忙，结果后来他们就帮我又从他家搬出去了，我自己我那个时候吧，当时他不让我的时候吧，我怎么就是这个老师他叫卡达欧嘎萨片港，这个他领着我，他说你看你都要到期了。他说呢，你要是这么样的话，你不赶快去延期的，你在日本待不下。你要这么回中国，你中国现在把你当什么人都不知道啊！你想想，他该说你说谎，你不是日本人，你找到家了，你蹲监狱也背不住啊！你要是蹲了监狱，你那3个孩子将来就没没办法了。完，他说你不能走。他给我出主意，他说你不能走。他说既然他不是你父母，那么你有父母吧，你可以再找你父母嘛，对不对？完了，他说的这么老些人，这日中友好这些人，他说特热情，我求他们帮你忙，他就求他们。哎呀，有些人特别好，真帮我忙。那个时候吧，在没有他见到他们之前，我那前真都有心死的心了，像谁都不认识的时候。那你说我怎么办？我就是举目无亲，也没有希望，感觉那就没有明天了，都觉得。当时吧，我一晚上写了7封遗书。哎呀，就绝望感，太真是。
我给我养父母的，给那个中国公安局，给我们学校的，给我朋友的，给我爱人的，就是那个写的7封是啊，还有1封是给日本政府的，是绝情日本绝情的写的那个写的反正不好，给日本的写的不好。然后呢，我就写完了以后，我就把那个搁中国带了那些睡眠药1瓶，哎呀，我就都拿了，壳也打开了，我那水也倒来了，我寻思我就拉倒吧，浴室拜拜吧，我就想浴室再见。但是呢，我就想我3个孩子都在那躺着睡觉呢，3个挨着板的，我得跟他们这个再见了，瞅着孩子，我一瞅3个头，瞅这个瞅那个，我就当时啊，那个心情啊，我就想，我9岁那年，我爸养父被抓起来，我养母走投无路，小点没生活的时候，养母要上吊，然后我睡到半夜的时候，我发现了，我抱着养母哭，养母的绳子都系好了要上吊，养母就说，我不能，你从小就没爹没妈，够可怜的，我再把你扔了，你这么点儿，我把你扔了，你怎么办呢？我为了你，我也不死。我又寻思，我孩子们，我给他领到异国他乡，我要死了，我孩子们呢？不又像我了吗？所以我太没有做母亲的责任感了，所以我就一定要坚强面对它。所以我也寻思，不管怎么地，为了孩子，我也要活下去。给你拿纸。没事，不要紧。哎呀，我都这一段可不愿意回想，一回想，每次我心里都可难受了。不是，每次都把我说哭了，上次就把我说哭了。